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1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拜登第2击，疫苗100日接种亿剂那么还有就是川普离任前把子弹打光那么我们一边讲拜登，一边讲川普那么先说拜登，美国后任总统拜登1月15号公布了他上任以后的第2个重要政策，加快疫苗接种速度那么通过扩大接种范围，设立更多的疫苗接种中心，达到100天实现1亿剂的接种目标那么昨天拜登公布了 1.9 万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那么计划中大约有200亿美元用于疫苗的这个接种计划，另外有1400亿美元用于检测和其他公共卫生的投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拜登团队能做到吗？那么1月12号，美国白宫疫苗研究负责人这个叫斯劳伊已经提交辞呈。那么这是拜登团队提出的要求，那么拜登团队会安排前 FDA 的负责人叫 David Kessler 接替，他曾经是拜登的疫苗工作组的成员。那么拜登在这个记者会上批评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疫苗推广仍然是一个惨淡的失败美国仍然深陷在新冠疫情下的非常黑暗的冬天，但他坚信他的疫苗计划能够达到目标记者会结束之后呢，拜登没有接受记者提问就走了那么这个计划呢，把优先接种的范围从医护人员扩大2个范围，第一个65岁以上所有的长者马上全部都接种，第二个就是必须工作人员，就是 essential workers 包括比如说像超市老师警察这个运输司机等等essential workers 全部都包含在内那么拜登承诺扩展疫苗接种速度和范围，要在1月20号上任后的100天之内接种1亿剂那么现在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川普总统川普总统的驱速行动让美国获得了两种疫苗这是一个很有成果的事情那么美国政府目前已经批准了辉瑞和 Moderna 两种疫苗可以紧急使用目前美国已经有1000万人接受了第一针疫苗那么随着这个情况的发展现在每天的这个美国人死亡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我就不说具体数字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就是美国要加快疫苗的接种速度加快这件事情是当前最当务之急。那么拜登是引用这个国防生产法来增加疫苗的制造他概述了在总统的任期内3个月完成这个1亿支疫苗的接种的5个计划第一点，和各个州合作进行疫苗分配；2，建立疫苗接种中心；3，激活全美各地的药店；4，利用联邦政府的全部力量加快疫苗生产；5，提高疫苗供应方面的透明度那么拜登团队他非常清晰要在全美国加快疫苗接种速度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联邦政府和各个州建立的这种伙伴关系，也就是中央和地方互相要配合要配合好才行。所以呢，他决定了2件事，第一个，向各个州部署国民警卫队，帮助他们进行疫苗接种，并且资助这个费用，这是第一。第二，
支持各个州让65岁以上的长者获得这个接种资格，并且坚持2剂的方案啊。那么疫情顾问团队有2名成员在霍普金斯大学公布这个拜登的新的防疫策略啊。那么顾问医生团队的成员其中一个叫冈德医生，他介绍这个拜登团队的疫苗策略是什么呢？很简单，其实不复杂，向社会发放所有的疫苗，只预留少量的缓冲库存啊。他原来的做法是什么？原来的做法是打一个，因为要打2剂，那么就打一个，这边库存1剂，因为等他21天以后或者28天以后再打，所以这边打一个，这边库存，这边打一个库存，那等于是什么呢？打的越多，库存越多，库存等于是你消耗一个要备一个货慢，为什么？因为它会让生产跟不上啊，你打的越快，等于就是你所消耗的是双倍啊。那么它就会一方面会造成大量的库存，另外一方面呢，又会造成供不应求啊，等于这个情况就是厂家就没办法跟不上来啊。那么新的策略呢，他就不管，他就轮动的打，就不保住库存，就扩大不断的打，然后后面呢就要那个生产商你根据这个节奏打生产就行。所以这个策略呢可以加快这个疫苗的接种率，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要求，这个活呢就得比之前练得好，就是你这个疫苗的管理啊，就是各个流程的管理要配合得非常好，非常精准才行。那么这个管理的精准度才能保障这个安全，因为你不能够说这一针打下去以后28号那天他没得打，所以之前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想加快，所以就干脆打1剂算了，1剂可能只有60-70%，大概70%的保护率。然后拜登的团队说不行，全打2剂，那么用这种方式来打，就是滚动的往前打，到点就打啊，就是这种方式啊。那么就是2点，一个就是不做库存，就是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这个冗余啊，就是另外一方面就缓冲库存，另外一方面就是坚持打2剂啊，无论是辉瑞还是 Moderna 都是2剂啊，不。然后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人关注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耐药性，还有一件事就是病毒变种变异啊。冈德医生说，疫苗不同于抗生素，所以人们接种之后不会产生抗生素那种耐药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变种现在新兴的变种是不是会不会出现这个呢？到目前为止，英国发现的变种不会突破现在的防护啊，所以呢，到其他的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还要再研究，但是现在英国发生的变异不会啊，这是。那么这件事情大体上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拜登团队的方式，他们在改变一些运行方式来加快这个疫苗的接种速度啊。那么如果100天能够实现1亿剂，1亿剂是多少人？1亿剂就是5000万人啊，5000万加上现在已经打了1000万人，那么就是6000万人。那么6000万人他应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了啊，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我讲另外一个就是昨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副总统彭斯打电话给后任副总统那个马拉哈里斯就是贺锦丽表示祝贺，这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那么新一届政府5天后将会就职，那么原来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川普是没有打电话给拜登祝贺他，那么现在的副总统
就是彭斯打电话给副总统贺锦丽，祝贺他，就是这是一个发生的事情啊。第二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川普总统计划在1月20号上午离开华盛顿啊，那么因为他不打算参加这个拜登的就职典礼啊，这是一个啊。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有个叫全国步枪协会的啊，全国步枪协会迁出纽约，搬到哪里？搬到德州啊。美国全国步枪协会 NRA 啊，这么今天宣布，这个协会已经申请了这个破产保护，并且寻求在德州重新注册。他搬走的时候说啊，目前注册地纽约是一个有毒的政治环境。那么德州北区提交的法庭文件，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已经申请自愿破产。那么 NRA 发表的声明说，他们计划离开1871年，他们是1871年成立的全国步枪协会成立啊，他们在纽约成立啊，然后他们准备去德州经营这个非营利组织，重新注册啊，重新来过啊。NRA 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的民权组织啊，也是个典型的利益团体。NRA 支持美国人权法案的第2修正案，认为持有枪支作为自我防卫是美国公民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根据这个财新杂志的调查，大部分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国会的工作人员和议员都认为 NRA 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游说集团啊。那么当然他游说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不要通过禁枪的法律啊。那么 NRA 是南北战争时期成立的，当时是因为北方觉得他们的士兵枪打得不准，就成立了一个步枪协会。步枪协会他们原来的名字叫 RAR， 是 American Rifle Association， 就是美国步枪协会啊。那么1934年啊，当时就是全国开始讨论，美国开始讨论这个枪支的问题，然后 NRA 就成立了一个立法事务司。那么他成立这个立法事务司之后，就开始进入政治领域，开始进行游说工作，游说这个国会不要通过禁枪和禁枪有关的法律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谁？最重要的是白宫啊。那么白宫对于枪支的态度，决定了这一任总统期间的对枪支管制的立法的情况。所以呢，而 RNA 又掌握着大量的会员和资金，它可以影响这个选举。所以呢，从1970年代，这个 NRA 就开始投入政治，开始介入总统选举。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NRA 首次在初选，在提名阶段就站出来，我支持川普。所以这个很罕见啊，因为通常来说，这个 NRA 都会在这个选举后期表态我支持谁。但是那次啊，这个川普出来选的时候，他在提名阶段他就说他支持川普啊。那么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也就是说NRA 是川普的金库啊，金主啊。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系列的官司啊，包括纽约总检察长8月份起诉这个 NRA， 说他们高层的官员违反这个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法律，自己花了很多钱，其实就批评他们，说什么呢？说他们NRA 现任和前任领导层建立了一种自我交易的管理不善的文化，使自己、家人和朋友、供应商受益，导致这个组织3年之内损失超过6300万美元。然后那个 NRA 就反诉纽约总检察官，说他妨碍了他们的言论自由啊。总之，反正他跟纽约闹翻，
所以他就在纽约关掉，我去德州啊，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啊。这件事情我们讲它的原因是，第一个，它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游说团体，它是美国枪支领域最重要的，就是维护美国持有枪支的一个组织。然后他跟川普非常的密切啊，他是川普的一个金主，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啊。然后这个川普败选，然后他就离开纽约，这中间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总是有点因果关，有一些内在的因素在这里面啊。好，我们讲第二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讲什么呢？川普离任前把子弹打光啊，川普还有4天任期啊，那么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他利用这个最后的高光时刻进行各项活动啊，那么比如说在弹劾前一天去这个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啊，这个边境墙啊，宣示他的政治遗产，那就是他的政治遗产，然后马不停蹄的推出各种政策，就好像要把他之前准备的所有的子弹全部打光一样。我数给大家听一下啊，我简单的讲，我不详细的介绍了。公布这个之前的保密文件、解密的文件啊，阐述对华的战略框架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宣布解除就是美国和台湾高层外交的自我设限。我之前节目中介绍过4个条件啊。第5，这个白宫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发表声明啊，针对北京侵蚀香港法治和新冠问题啊，采取进一步行动啊。4，国务卿蓬佩奥啊，在美国之音发表演讲，然后又和这个美国之音的台长对谈啊，讲什么？主要还是讲对华政策啊。对华政策其实一以贯之就是强硬啊。这第4、第5，国务院宣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对海洋纠纷有关联的中国国企高管和中国海军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啊，这些高管和官员的直系亲属会受到签证限制啊。然后就是发表声明啊，那么就是宣布啊，就是和这个捍卫其主权与利益的东南亚国家站在一起啊，这是一个。第6，商务部把中国海洋石油集团列入实体清单，把北京天骄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列入军事终端用户名单。那么商务部是去年12月公布首份军事终端用户的清单，被列入这个实体清单和军事终端用户清单的公司和企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限制啊。然后第7，商务部发布2个涉及中国的公告，公布了就是旨在保护信息通讯技术和服务供应链安全的临时规则，把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认定为外国敌手，禁止和这些国家在信息通讯技术和服务方面的交易。这是第2，公布另外一个实施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啊，那么防止美国技术落入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外国情报机构，帮助他们进行间谍和情报搜集工作啊，这是一个。第8，国防部把9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那么认定他们是中共解放军企业。这个一个是中国商飞公司啊，很搞笑的是小米在里面啊，中微半导体等等啊，9家。之前是本来把阿里巴巴、腾讯跟百度也放进去，后来又拿出来啊，我后面讲为什么啊。第9，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20年假冒和盗版恶名市场报告，39个在线市场和34个
实体市场列入恶名市场，其中包括淘宝、百度网盘，还有义乌国际商贸城、华强电子商场啊，我记得以前经常去啊，大概就是这些啊。那么为什么？你可以看一下啊，在这所有的政策当中，这9项政策，还有其实应该还有3、4项政策，我就不整理了，因为我觉得差不多啊，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这9项政策看上去是不是很像？非常像啊！之前做过很多，只不过现在重复的再做一遍。这些政策有点像什么哈？不像棒球棒啊！这些政策都是什么类型的政策？苍蝇拍啊，苍蝇拍啊，打苍蝇没问题，但打老虎就不行啊，打老虎不行。所以你可以看啊，哪个是棒球棒哈？阿里巴巴、腾讯跟百度放到这个制裁名单，那就是棒球棒。所以，一不小心把一个棒球棒混进去了，赶紧拿出来，就是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川普一直讲我的态度很强硬啊，我要保持一个强硬的态度，但其实他很多政策都是这种类型的政策，这种类型的政策就是拍苍蝇一样拍一下，动静很大啊，我又有政策来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它不实质性的伤害对方啊，它不本质性的伤害对方，所以基本上没什么。你到现在，它最强硬的政策就是什么？其实最强硬的政策是对付华为，但是华为你现在也放生了，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不觉得这一系列的政策会对中国有太大的影响。其实真正的还是他在做一个政策宣示。那么他做这个动作，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强化他的政策堤坝，就是要对华保持强硬啊，这个政策堤坝，然后形成清晰可见的这个政治遗产啊，就觉得对华强硬是川普的，他是垄断了对华强硬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的这个美国社会是认为应该对华强硬。所以他要垄断对华强硬这件事情，就是说一说对华强硬啊，那就是川普啊，川普做下来的事情。那么他也要建立一个政策路径啊，这是对拜登政府形成一个压制啊，也是要提高拜登政府调整政策的成本啊。所以你可以看，这是第一个，我讲完啊。第二个，强化川普政府对华强硬的形象，他强化这个形象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只要拜登有任何在这个政策基础上放松的迹象，他都会被攻击，都会被共和党攻击，甚至被民主党内部攻击啊，这是第二个目的。那么如果他这个政策多了，你想调整啊，多了，那大家就可以讲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软弱啊，这是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要提高曝光度啊，提高这个外界整个的对川普的关注度，因为大家知道没有了推特啊，如果没有了推特，其实川普的影响力会急剧下降。为什么？你想一下啊，你不是老提醒你有这个人的话，你会忘记这个人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高曝光率，提高关注度？你别忘了后面还有个弹劾案，他需要说服共和党内的这些议员、参议员，当然是参议员支持他投反对票，否则的话那个弹劾案就过了啊。所以他要为他的游说这些议员、参议员、共和党的参议员提供游说他们的弹药。弹药是什么？弹药就是他的影响力。如果他没有影响力的话，那就没人理他。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他这个阶段必须提高他的曝光度啊，提高外界的关注度。
那怎么办？那就把所有的弹药，只要不伤人的弹药全打出去呗。所以这9项措施都伤不了人啊，伤不了人的弹那就打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没有实质性的。老实讲，我就这些政策天天出什么实体清单，实体清单你放1次就够了，你放5次，他早就已经拿不到了。你说你第1次有影响，后面6次是没有影响的，而且何况那些军工企业，你肯定是他是不会在你这里拿的，他要拿的那些技术都不会在市场上买的，你都不会知道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的主要是这2个，一个就是拜登第2期出他的疫苗政策，就是100天打1亿剂啊，就是完成5000万美国人的这个疫苗接种，100天完成，100天也就是3个月啊。那么另外就是川普政府把他的仓库里的政策弹药全部打光啊，就利用这剩下的任期啊，再把这件事情做完，大概就是这样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那么我还是会坚持，如果有重大的美国新闻，我还是会跟进啊，向大家播报，而且同时分析这个情况。那本来今天我本来想说的不是这个题目，因为就突然跑新闻出来，是想讲这个川普和共和党的关系啊，川普是怎么样去改造共和党，影响共和党，然后他未来的政治方向对共和党的影响是，本来是想讲这共和党跟川普的这种关系，但是突然这个拜登这个情况出来，那我可能会把这个题目安排到后面来讲啊。那情况，坐标山西，家附近的街道上有一半的饭店门口贴着出租和转让。山西啊，北方的这个经济是比较差，山西就更不要说了，山西产业非常的单一，然后今年呢又出了个矿难矿难的大家都一人生病全家吃药啊，基本上所有的煤矿日子都不好过啊。情况，路透社报道，中国给柬埔寨捐赠了100万支疫苗。OK， 情况在国内打了1针科兴，打后副作用很大，头痛了3天，打后半小时2手发麻30分钟，后1个星期身体乏力，现在已经在日本。科兴的第2针不打，副作用太大了。他们说第2针比第1针副作用大，我昨天还是前天的这个网友说的啊。情况，夫人今天接种了辉瑞疫苗第1针，除了手臂有些酸，没有其他副作用。OK， 情况 UCI 正在研究一种新的疫苗，将会以后的新型冠状病毒以及变种都有效。Johnson 的疫苗可能在3月批准上市，而它只需要1针。OK， 观点，民主党的政策就是给全世界占便宜。长此以往，美国不停地给世界输血，然而虽然偶尔可以用非常手段回血，还是扛不住的，示威是必然。有依据吗？民主党给全世界占便宜，他为什么要给全世界占便宜啊？我们还是要有事实依据来讲，好不好？你如果就这么说的话，有些人会相信，有些人不会相信啊。观点，从过去的行为和言论来看，拜登对中共将会实行纵容的政策，今后4年对中共来说应该是美好的4年。从这一点来看，虽然我知道川普在选后犯罪，但我对投川普的票绝不后悔。让他做嘛，先让他做出来嘛，他还没有做，
你就给他下结论有点早，所以我都是这样。拜登很多川普的支持者都说，都给拜登戴一个帽子，他会跟中共勾结。老实讲，我不接受。为什么？他没做呢，你凭什么这么说？所以这个我不接受啊！你要看他到底做什么政策。川普虽然喊口号喊得山响，但是我一项项政策讲给大家听，大家就应该知道这些政策都是一些什么啊。他有一些政策是很厉害的，但是这些政策到后来都回去了。你比如说抓华为是很厉害的，但是都没有，最后都没有做啊。所以我不接受这个观点，包括讲民主党是给世界占便宜。民主党给世界占便宜，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你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美国祸害掉嘛。如果你认为一个政党，美国的一个主要的政党要把美国祸害掉，美国还能活到现在，那这个政党也太没用了吧？你说呢？我不同意啊。观点 ：NRA 是共和党的一贯金主，势力也相当大。当年2012年，Sandy Hook 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26人死亡，20个孩子和6个老师。那个时候，奥巴马就想通过这个事件立法禁止使用半自动步枪和对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当时的媒体和舆论大部分民调都在奥巴马这边，但是 NRA 在国会强大的游说能力，让这个法案最终未能在参议院通过。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讲这个的原因是告诉大家，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新闻事件，我会告诉大家，我会选择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新闻事件来播报给大家，然后通过这些新闻事件，我们来慢慢的了解美国的这些事情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新闻事件，我们可以知道 NRA 它是干什么的，它以后我们碰见这个组织，我们就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我们通过这一件一件的新闻事件累积下来，我们就真正的了解美国了，而不是仅仅是刚才这个网友，民主党就是输血给让全世界来占便宜的。那当然你讲这个话，你有你的观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凭什么这么说呢？依据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产生看法，我们产生看法是基于事实产生一个看法，而不是看到别人这么说我们就这么说好吗？情况根据 Bloomberg 疫苗追踪的数据，最近几天每天的接种量已经爬升到100万，只要继续保持就可以完成100天到1亿接种是吗？为什么要爬升？爬升的原因是什么？改变在哪里可以告诉我们吗？顺便说一下好不好？就是为什么它之前没有爬升到？你想一下，到现在是1000万，那后面呢？如果以这个速度的话，现在已经爬升到1000万，1000万3个月，那的确是能做到1个亿观点感谢王老师客观中立的分析，很多中文大 V 通过讲故事类比、偷换概念的方式，把自己的观点强行植入给听众。反观王 Sir 一直是给出第一手新闻，再加以客观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业余爱好者和职业运动员的差别。时政频道有王老师真是听众之幸，谢谢你谢谢你的肯定。每一个主播每一个主持人或者每一个 YouTuber 都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诠释他们的对新闻的看法那么我这不评价我的同行但是呢，大家记住2点，一点，大家一定要小心什么呢？小心就是第一个要小心就是道听途说就是没有事实依据就是你一看这就是这个听一嘴那个听一嘴，那不行这个不可以。事实依据必须是硬核没有事实依据，这个硬核是不可以做任何结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我们在分析、评判、评价一些新闻的时候，
中间一定要有逻辑啊。所以第一要有新闻，第二要有逻辑，就是说我们说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导出这个结论，你中间要有逻辑关系啊，要有逻辑关系。如果没有逻辑关系，那你导出这个结论就是没有依据啊。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选择这些这个时事节目啊的时候，大家用这种方法来判断你是不是可以选择这一家。如果你发现这一家在这两个问题上有问题，那你就应该放弃它，否则的话你就会变成听故事了啊。听故事可以，但是你得讲清楚那是个故事，而不是新闻啊。情况：昨天挪威报纸报道，23个人打完疫苗后死亡，其中13例可能和疫苗有关。官方没有具体说明哪家疫苗和具体死亡原因。而到了环球时报报道称为23个挪威老人在接种辉瑞疫苗后死亡。后台据查，这个环球时报的评论成了国内网上头版的新闻。虽然是政治任务，一方面美化美国疫苗污名化的美化国产疫苗，另外一会污名这个辉瑞疫苗指鹿为马这个反正就是要小心。我们一定要小心什么？就是我们在做新闻，一定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事实。事实比什么都重要，它是一切的基石。如果事实这块不可靠，其他东西都不可靠的了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新闻频道或者是一个新闻报纸或者是新闻媒体会不会出错？会出错，一定会出错。你想，我举我的例子啊，我一天2档节目，有的时候我们一个新闻专题就是一个新闻，那么有些呢我们会多种新闻，多个主题啊。那你想，我们一个星期有多少个新闻？这么多的新闻，那会不会出错？会出错。出错的态度是什么？出错的态度只有一个真正的专业的态度应该是错了马上纠正。那有些你看，有些人打赌跟观众打赌的也有，有些错了死活不认的也有啊，有些去找借口的也，其实不需要找任何借口，因为你做新闻一定会出错，出错是常态。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变化非常的快，我们要赶时间去报道，难免会出错。这个出错并不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事情，不可原谅的是态度。所以出错一定要马上纠正啊，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你会犯一些很多错误啊，就是我们一个节目每天2个小时的节目，中间会有很多，比如说字认错了，我经常读错别字啊，读错别字，是我其中一个经常犯的一个错误。还有就是发音不准，或者是这个讲话太慢，这都是问题啊。我们都要去改变它，纠正它，尽量把我们的节目做好啊。情况从王老师这里学到很多客观的想法和信息，老师辛苦了。坐标日本，从国内出发，感觉日本机场的防疫措施比国内要好得多，基本上不会出现人与人距离少于2米的情况，排队很有秩序，全程有人引导。反倒虽然国内各种封城，大街上见不着人，但是人群各种聚集，打疫苗也不排队，进机场总有人插队，需要检测绿码与72小时核酸证明110元，导致聚集效率很慢。离开国家之前，让我看到了这些人的素质的低下，失望透顶。这还是个管理的问题啊，主要还是管理问题。观点不同意拜登会软化对华政策。川普之所以会在离任前密集推出对华制裁，正是因为他看到对华强硬成为美国社会的新的政治正确，在这一点上怎么做都不会错。拜登面对的也是同样的美国社会共识，斗而不破应该也是他的政策基调。我同意。我不觉得拜登会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前提是，如果你的前提是说拜登一定是跟中共勾结，那当然他有可能改变这个政策。但问题是他如果一个美国总统跟中共勾结，美国还能活到现在，你不觉得太不靠谱了吗？所以这个问题，他肯定要顺应美国的民意啊，顺应美国国会的意愿，顺应美国人民的要求，顺应整个社会的要求。他为什么要跟这个对抗？他是个美国总统。所以我不觉得川普会软化对华政策，他会有不同的做法。就是说，你比如说很简单的道理，川普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强硬到什么地步呢？强硬到就是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不往来，电话都不接，只发传真，电话都不接。那你这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吗？这两个国家关系不正常。那你是要跟他对抗，这没有错。但是你对抗，你不能够，你要知道，中国跟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大国，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你怎么可能在地球这么小的地球上面，谁都绕不开谁啊？你肯定是要跟他往来，对吗？那你这样不接触，这不是一个正常秩序下的。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就基本上关起门来，我就自己过自己的，我就谁都不管，我就关，那可以啊，但前提不是这样。美国一定要介入到国际社会当中去，美国要做世界领袖，你这是不行的嘛。所以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要调整什么呢？就是川普的那种做法。我其实我那个节目是我准备的节目有讲川普的这种做法，他这种做法的背景是什么？他的思维，他背后思想，川普有他自己的思想。什么思想？茶党思想，茶党思潮，茶党思潮对川普影响很大啊。大家可以先做一些准备啊。茶党运动啊 ，Tea Party 啊。观点，我觉得关于2020年的大选真相终是会浮出水面。我相信美国还是有那些致力于追求真相的人，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美国的体制也鼓励记者和民众对于真相的询问和探索，非常好，就去追求真相啊。问题，请问老师，现在关税取消了吗？我以前您说这是真正有效的方法，未来关税前景如何？关税没取消，中美贸易战其中一个前提就是关税啊。这个美国给中国加关税，中国给美国加关税啊，等等等等啊，没有取消啊。之前，拜登在选举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嘴，说这个关税政策未必有效，但后来他改口啊，就调整，他说我不会取消关税政策，我也不会取消川普的这个签订的第一阶段协议，我会保持，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回事。所以应该不会取消啊。观点，挪威23可以参照熊猫医生的频道，我觉得他的说法可以接受。OK， 情况，以色列报道，20万人打了第一次辉瑞疫苗后，过了21天才有约40%到50%保护作用阴性，但在第二针后1星期就有95%的保护作用。OK， 提问，疫苗3个月打完后，是不是美国可以全面复工返校，恢复正常？不行，全民免疫，群体免疫的要达到70%以上，70%的话，美国有3亿3000万，3721，怎么着也打2亿吧，2亿，你先打完这个3个月才6、7千万，才6000万不够啊，要继续打，半年以后吧，半年吧，再打半年吧，啊。观点，关于疫苗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保护时间有效性，现在有效时间大概是1年左右，但是全球70多亿人要在1年多或者说2年内全部打完，所以产生速度与接种速度要匹配，这是一场全人类的浩劫。现在真的不是一个自扫门前雪的时代，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啊！一定要全球都来打。
观点在这里提问题没问题，但前提是不要把王老师当百科全书，有些问题太新没时间找答案，提供问题的人有义务找出初步答案供大家讨论，这是大家的平台，众人拾柴火焰高，非常正确非常对我有很多知识是不具备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也要去查资料。那么当然你在现场问我，当然来不及查资料，我也答不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我提供的是什么？我提供的是看法。那么提供看法呢，大家就尽量不要问谷歌可以搜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全国步枪协会它什么时候成立的？你别问我这样的问题，就你谷歌上1秒钟可以搜出来。你可以问我你怎么看待这个步枪协会在美国政坛上的作用，我可以答你，这个有价值，我答你有价值，好不好？我们就做一个约定，好吗？就是大家能在谷歌上搜到的答案的问题都不要问，我们只问我们的一些判断和看法，好吗？观点，我认为疫苗每日注射量爬升有几个原因：观点一疫苗产能爬升；2，注射目标人群扩大到医护以外的人群；3，初期观望的太多人开始接种。我认为第一，我认为产能没有问题产能会有问题，但是没有那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还是程序的问题一个是程序的问题，就是你打疫苗的程序要简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增加打疫苗的接种的这个点就是注射点，就是一定要把这些药店，一定要把药店拉进来，不拉进来药店我觉得差很多要让他们一起来。当然还有一个，拜登现在这次做的对，一定要把地方政府拉进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定要提高，因为这件事情跟地方政府的利益是有关系的。但是有些地方政府有财政困难，所以一定要给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帮助他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总之要联合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就会做得又快又好。那政府做什么？协调政府在中间协调，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好提问 AP 报道，习近平发公开信给星巴克前 CEO， 希望缓和中美关系，请问王先生怎么解读？这是应该是给拜登的一个信号吧就是反正现在什么情况呢？现在是中国外交部找不上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连电话都不接只看传真，有兴趣就回，没兴趣根本不理。所以中国那边想川普已经把在美国的所有的协会各种机构的沟通渠道全部一刀切死，所以中国政府那边想跟美国政府套近乎都没有办法。现在情况是这个局面。那么找星巴克之前的 CEO 来写信当然肯定是中国安排的，这肯定不会星巴克那个人给他写信，肯定是有人打招呼，你帮忙写封信，我们给你回一个。回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向拜登示好，就这个意思，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我认为就是这样，很简单至于当然这个方式呢，中国这边的面子也能有否则的话你怎么办？大概就这样，好吧？好，那明谢姥姥王，谢谢王先生教我们要独立思考和判断，支持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